去年欧洲议会把这个20世纪做了一个总结，对21世纪进行了一个展望。他们把共产主义和纳粹并列为两大罪恶集团，因为他们对人类社会的摧毁带来的伤害，都是20世纪人类苦难的来源。那么我们认为，整个世界，尤其是欧洲开始了反思。那么针对共产主义进行的这一类的反思，让更多的人警醒到，原来我们这个世界它的不安定是有原因的。那么因为南美洲出现的瓜伊尔政权，我们看到了更多的美国政客也开始表态，社会主义是人类的一个梦魇。那么人们认为，社会主义打着平等的这个口号，其实是更多的奴役。这些人口不由心，他们更多的是在欺瞒、压榨本国公民的情况下，在国际社会中试图掌握更多的话语权。前面我们知道是前苏联解体了以后，现在主要反映在国际社会中的声音是中国。明明搞的是权贵资本主义，他非要说它是社会主义。那么即便是社会主义，也是所谓的假社会主义，对吧？你要对照一下欧洲，尤其是北欧正在实行的高福利、高税收的社会，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你就会知道，真的社会主义不是这样玩的。那么因为全球经济交往，在中国加入世贸以后，中国在经济发展上有了长足的进步，所以中国政府更多的是利用钱来摧毁现行的国际规则。他们认为一捆钱搞不定的事儿，再加一捆。那么很多国家都已经受到伤害了，因为中国政府在补贴它的企业，所以有许多不正当的竞争天天发生在我们的面前。甚至美国政府补贴给市民的手机都发现了中国软件，未经客户允许，他会自行安装，他也会截留一些关键的数据。他认为这是他已经玩惯了的游戏。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中国商品都在被更多的质疑，他们参与的投标都被人们认为有幕后交易。因为往往西方国家中出现一次丑闻涉及到金钱的数额并不大，但是中国人来了，一切就不一样了。那数额相当庞大，甚至已经在挑战现行的国际规则。无论是政治上的，涉及到政客的，涉及到院外游说集团的，还是涉及到媒体的，涉及到更多的舆论控制引导，中共正在把自己的管理方式向全球输出。有一些原本就是独裁国家，在集权的体制下，他们希望引入更多的加强对本国人民监控的手段。那么中国政府把自己成熟的方案拿出来了，其实我们都知道，成熟的方案背后都有成熟的设备，这些设备往往就来自西方。因为政治正确的需要，因为实际上它已经冲击到欧美的社会框架，所以我们看到在全球范围内对于中共的反击正在被加强。
与此完全不同的有另外一种方式，譬如说穆斯林。穆斯林世界在整个国际社会中有2次成功的吸引了大家的眼球。涉及到中国问题的，我们都知道，因为新疆，因为1200万维吾尔族穆斯林在中国的遭遇，所以欧洲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国际社会都已经开始关注这个问题，而且出台了相关的法案。那么因为苏莱曼尼事件，伊朗又跳到了人们的面前，它会让你感觉到，除了逊尼派，什叶派也不是好惹的，都不是省油的灯。前面我们知道基地，知道塔利班，后来我们知道 ISIS， 现在呢，伊朗在搞一个星月地带。其实更多的穆斯林，他不是用战争或者用恐怖方式来征服这个世界。他们是以政治难民的方式进入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然后不停地生，你还拿他没辙。欧洲少子化的现象非常严重，生产线上缺乏新鲜血液，所以他们试图通过引进政治难民，指望他们的第2代、第3代能够成为生产线上的螺丝钉。在欧洲许多国家的新生儿的出生率，穆斯林在40%以上，包括俄罗斯都出现了类似的问题。所以不得不让人感觉到，未来的世界极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反转。他们不需要自杀炸弹，不需要通过暴力，只需要通过新增的出生人口，他们就可以占领一个一个的欧洲国家，获得更加强大的武力，来参与整个世界的掌控。我们知道，欧洲国家有许多都是准核武国家，有一些已经是核武国家。那么通过人口出生、新生儿，通过这个比例，他们能把一个欧洲国家变成一个穆斯林国家。最终呢，他们不需要通过战争，他们就能掌握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我们都知道，人类非常希望珍惜，大家都来珍惜我们的地球，地球就一个。到目前为止，我们也没找到更合适的生存环境。人类一直有危机，有危机感，万一来个小行星，是吧？把地球撞了怎么办？所以世界主要国家都在探索地外文明有没有更合适的宜居地作为一个备选。到目前为止，这个努力都还在进行的，但是没有得到任何我们想象的结果。甚至有一些科学家，包括英国的霍金，他曾经提出过，地外文明可能比我们高很多倍。我们急着找外星人，有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灾难。中国的科幻小说家也写过类似的文章。有一本科幻小说里曾经说过一句：“消灭你与你无关。”那是文明有级数差别的文明之间的对决。那么现在没有更好的去处，人类要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能不能以更文明的方式相处呢？现在看起来好像很难，因为不是每一种文化都代表了文明，有一些很落后，但是他有自己的脑残粉，很多人铁了心支持他，无理由的。那么现在就出现一个问题了，
这个世界上纳粹已经被消灭了，它死灰复燃的可能性有，但是不大。现实社会中其实有2个威胁非常明确，一个是中共，它在不断的输出自己的管理模式，试图影响更多的国家，它要创立一套全新的规则，它看起来咄咄逼人，在习胖的叫嚣之下，它要为人类的未来负责，要找出一条人类未来的道路，它试图建立一个人类命运的共同体。我们都知道，都在批判它，说它是邪恶的。但是另外呢，整个穆斯林世界在默默的扩张，没有人愿意真的关注它，大家都认为它在许多国家都是受到迫害的。其实我们知道，在非洲有许多基督徒被谋杀，国家层面的大规模的屠杀，借着部族冲突的这个模式，许多丑恶都被掩盖了。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把自己的悲惨遭遇唤起整个国际社会同情的，所以我们看到的东西不是全面的，没有人可以保证他能正确的理解这个世界。我们看到的都是某一截儿，可能我们关注到了一些危机，并且试图解决它，但是未来的世界一定会加剧这种冲突，因为人们对和平的愿望，即便你再美好，它也很难阻止目前我们看到的这种形态。你要阻挡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蔓延是有可能的，因为前苏联已经倒了，说明这个模式它没有可持续性。中共对目前整个世界的威胁有，但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因为它是一个没有任何持续性的可能。即便他们已经掌权的这些人，他也把自己的孩子安放在他们认为更安全的国家。你要知道一个政权能不能维系下去，你只要关注他的金帛子女在哪儿，你就应该知道中共在中国的统治是没有底气的，他们也没想过长治久安，混一天是一天，多挣一点是一点。但另外一个威胁就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能够害死你的往往是你自己的善良，你认为的善良不一定都能带来好的结果。未来15年到30年，欧洲将发生巨变，因为人口结构的问题，会出现很多悲剧。今天我们在帮助的许多人，他的出发点并不需要你的帮助。当他站住脚以后，他会逐渐扩大自己的宗教势力。欧洲迟早有一天会出现宗教战争。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安宁过。应该来说，我们这个地球常年处于战争状态，和平只是人们的愿望，而且和平在整个人类的发展过程中从来都不是主流，就如同军人一样，不是在战争就是在准备战争。其实整个地球人类的发展史也是这样，我们应该珍惜今天的和平，更多的去思考一下未来。当需要你选择的时候，你应该知道，即便没有经历过血腥，你也会知道我们的未来在哪里。当这个地球需要更多的人为它出力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会期待用我们自己的勇气和付出来换取一个更加安宁的环境，即便有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会失去生命。但对我们来说，这种选择离今天其实并不长远。
好了，谢谢大家，再见。